农村了。今天他就带我来参观他们家的老宅。那就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老房子。 Von Singapur bis Everly. Wenn du mich fragst, wo e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 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hielten auf uns zu.超哥说前院是门面，5S 还是要做好，先扫出一个区域，放院子里坚强存活下来的荔枝。杂草都从水泥里长出来了。阳光下干活的超哥格外帅气。铁锹绕草旁，大扫帚轮番上阵。大门口的梧桐叶也扫一下。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把前园打扫干净了。阳光照进来，就没有之前那种萧条的感觉了。接下来继续打扫后院的卫生，超哥加油哦！这是后院最初的样子。超哥清理后院的杂草。先把草都堆到这个圆圈里，后院中间水泥地杂草打扫完了，
接下来就要清理两边的泥地。干了几个小时的活，超哥说要吃点水果解渴。果园里的干儿随便吃，吃完继续干活。茶树下的杂草太多了，打扫起来比想象的更辛苦。这棵茶树被藤蔓绕住了。这棵栀子花是我婆婆多年前种下的，现在也缠满了各种藤蔓。超哥把周围的杂草都清理掉，希望来年花开满树。把清理好的杂草捆起来，拖到院子外面，只剩最后一点了。后院的卫生终于搞好了。明天继续清理房子里面的杂物。这是开场房间最初的样子。超哥又开始做起了5S。超哥说，这个房间从他记事以来，一直都是堆放秸秆的。他小时候家里面从来不会缺柴烧。我们想的是，这个开场房间可以改造成一个开放式厨房，到时候亲朋好友来聚会，不至于太拥挤。清理干净之后的样子，还是很有成就感。接下来这个小仓就不好清理了，因为老宅年久失修，房顶都坍塌了。断了的梁、碎瓦堆了一屋子。超哥先将腐朽的木头都拉出来，小仓里堆了很多农具，在这里发现了一把几十年的锄头，把木头都堆到大猪圈里去。差不多清理完之后，开始清理碎瓦。超哥还找到很多废铁，等哪天有收废品的路过就卖掉。超哥用这个筐来搬运碎瓦，不省力，效率也不高。于是超哥想了个办法，就改用扁担挑了。老宅真的是有很多老物件，又发现了2个坛子，还有蒸馏酒的设备，之前打谷子用的半桶也放在这里的，半桶全都腐朽了，只能清理掉。开
上房间和小仓库都清理好了。今天就干到这里，明天继续。这是这片地最初的样子，这是清理完杂草的样子。今天超哥表弟来帮忙，准备清理一下地里的碎砖碎瓦。一开始我们以为碎砖碎瓦只有表面一层，清理起来应该比较容易，哪想到地面以下30公分都还是碎瓦，真的是低估了38年的积淀。超哥和表弟只能尽力的刨啊刨。由于长时间没人打理，一些说不上名的植物的根都已经长到墙根里面去了。这是清理了大半天的成果，泥土下面还是有很多砖瓦石头，接着刨吧，要刨到墙根才行。超哥说有将近20年的时间没在老宅住了，他印象中这片地没这么多碎砖头。前几年老宅租给了别人，可能是他们做的改造吧，石头、碎瓦、碎砖实在太多了，只有先把大块的清理掉，刨出来的碎砖碎瓦就堆到旁边的猪圈里，准备后面填粪坑用。超哥说等开春之后，把这棵茶树移栽到另一棵茶树旁边，然后把水池移到这个位置。这片地就先清理成这样子，再去清理一下另外一片地。这些就是地里刨出来的宝贝，我们收出来2个猪槽，后面可以用来种多肉。太阳快下山了，今天就干到这里，明天继续。超哥加油哦！少女生活手册，1987年10月，85年多一个。对，恋爱、婚姻、家庭，好好学习。今天有收废品的大爷路过，超哥就将家里面堆的废品清理出来处理掉。这些是之前找到的废铁，这几个口袋里面的都是废书废报，都是一些老古董。还有这个补了不能再补的澡盆，超哥沙发也打算处理掉，谁知道大爷说，超哥就只有将沙发推回去，以后再处理。又找到了一个打谷机，继上次半桶之后，这个农具是进步了一个时代，但现在也沦为废铁了。大爷说这个打谷机40块钱回收，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卖亏了呀？处理完就收工，明天继续。超哥加油哦！超哥要当掏粪 boy 了，今天开始处理猪圈3，自制抽水泵的滤网，先把粪坑里面的污水抽掉。滤网准备好了，就准备水泵。后排房屋没通电，超哥就找了节电线，从前排房屋接电。水泵沉入粪坑，通电测试。测试没问题，准备接水管。
超哥就找了一把锯子，可是没锯2下，锯子就断了。又找来一把更大一点的锯子，出来的猪槽挪到厂坝里去，这样挪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继续拆猪圈，这面墙都是松的，超哥就想把墙推倒在石板上，好清理出整块的砖头，再次利用。结果把墙往里面撬了之后，墙往粪坑里倒了。还好之前清掏干净了。倒进粪坑里的部分砖头就留在里面填坑，完好的砖头就剔出来。砖头都堆成小山了，超哥清理小山顶上的碎瓦，准备收工，明天继续。老宅屋顶年久失修，超哥和表弟整理一下家里面现有的木材，打算过几天进行维修换瓦。这些木材都是之前塌了的房顶拆下来的，打算修补房顶的时候再次利用，一根根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下午总共清理出来10多根领子和40多根鸽子。因为屋顶漏雨，所以用油布遮一下木材，防止被雨水淋湿。收拾好了，明天继续。从屋里看房顶，新增了许多鸽子加固。超哥开始打扫昨天的战场。拆下来的彩钢棚以后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接着开始清理大猪圈过道的碎瓦，用来填粪坑。清理砖头，完整的留着以后砌墙用，碎砖头就填粪坑。因为没有砖刀，超哥就用砍木头的刀。
清理了不少砖头，灰尘也吃了不少，准备收工。浇完菜继续填坑。之前的碎砖头总算清理完了，表弟帮忙把小仓里堆的煤炭搬运到大猪圈，继续清理砖头填坑。泥地里的碎石也铲来填坑。这几块大石板搬运很麻烦，大的有700-800斤重，小的也有500-600斤重。等过几天打地面的时候，再想办法弄出去。粪坑终于快填满了，超哥反复压实。今天干得差不多了，准备收工。老宅改造第18天，这是小仓最初的样子。今天要把这堵墙拆掉。拆墙的灰尘太大了，戴上 N95 口罩都顶不住。今天有新的砖刀，砌砖顺手多了。清理出来能用的砖头都堆在这里，大概有600-700皮左右。原本是没有小仓的，后来隔了个出来，拆掉这堵墙，回归原本的样子。超哥边拆边做清洁，为打地面做准备。小仓和猪圈都清洁好了，
今天要把泥砖墙都拆掉，为了安全起见，用长一点的铁棍拆墙。墙摇摇晃晃的，泥砖比想象的要重，一块应该有30斤左右。拆下来的泥砖堆到果园边上，超哥来回不知跑了多少趟。接下来拆另外一面墙，超哥差点摔一钩子。这个位置水泥用得多，撬不动，得上电锤。拆迁的房间地基比较矮，超哥打算用那片地的碎石来填，于是开始了枯燥的刨地工作。超哥发现了一块宝物，墙角最初堆满了各种柴火和石头。今天把石头清理好，明天隔壁村的舅舅们就来帮忙了。刚好买的沙也运来了，5方细沙连车将近10吨。因为过道太窄，斗车过不去，超哥只有一背一背的背进后院。
稍后水泥也会运过来，明天一早就施工。天刚亮，施工就开始了。先将之前清理出来的砖头用来砌墙。这里留个门洞。一直没动工的猪圈2也要拆掉，重新修个厕所。拆猪圈超哥有经验，先锯木头。这个位置留窗户。这面墙向内倾斜了8公分，需要拆掉重砌。带粪坑的大石板，终于大家合力搬运出去了。砌墙的砖不够，新买了650匹。天已经黑了，打个电筒给大家看一下进度。找来了几个村里专业的换瓦师傅来维修房顶换瓦。天还没亮，师傅们就到了，先清理掉旧瓦。师傅们忙碌了1个多小时，太阳才升起来。开始维修房顶，拆除彩钢棚，然后清场。专业的师傅干活就是麻利。之前坍塌的位置重新上新的鸽子米子。房顶找平，搬运新瓦，
新瓦都到位了，就开始铺设。超哥和表弟也上房顶，和师傅们一起测量新瓦面积。忙碌了一整天，后排房屋换瓦完成。天快黑了，明天给大家展示整体效果。之前拆掉的墙已经砌好了，把墙面的白灰敲掉，重新抹水泥。厕所砌墙，下雨天光线不好，小仓的门也已经封起来了。水塔的水泥风化严重，敲掉重新上水泥。开始给墙面抹水泥。之前填缝缝的位置凹凸不平，超哥继续填平。明天继续。老宅改造第23天，借助们继续给墙面抹水泥。超哥用砖头堆路基，准备修个过道。这是厨房外面最初的样子。超哥清理出石头和杂草，只留下砖头砌台阶。
给大家看一下施工进度。已经磨好了2间房屋，第3间房屋马上完工，明天继续。超哥轻挑一下院子外面的排水沟，以免雨季的时候涨水。第一次买的5方细沙已经用完了，今天又买了5方，继续背沙到后院。给大家看下整体进度。了解下你刚才的，刚才是手指哪儿可能就感觉那个燃亮就是那个哪里。这辈都看过了，这2个格嘛对不起了。越接手了，当然当然我就多了，最多你还有1接手了。开始打混凝土地面。窗户也做好了，今天送来安装。准备卫生间洗手池的排水管道。给卫生间填混凝土。
盖粪坑的石板用来加宽大门口的桥面了，石板上面也打上混凝土。把水缸移到另一边，到时候养上小金鱼和睡莲。这水缸估计得有1000斤左右。搞定，4位长辈辛苦了，给你们点买了厕所用的墙砖和地砖。老规矩，先搬运。然后给木料上点木油，先打磨一下。前几天买的门到了，和大舅一起安装上。刷第2遍木油。后院已经大变样了，基础工程已完工，接下来就等墙面干了。天气暖和起来了，明天就把茶树挪到另一边去。今天把厕所的2个门都装。先给门刷点木油。晾木门时，先把卫生间的门装上。
试一下锁，都没问题。接下来给木门上荷叶，超哥劲大了，把螺丝都拧断了。来到这边来，春暖花开了，可以给茶花树搬家了。先把地里面的杂草清理一下，然后把坑挖好。这片地清理了很多次，依旧还有很多碎瓦碎石，挖起来很费劲儿。超哥和表弟挖累了，休息会儿，休息好了继续挖，越刨越深。现在试试能不能把茶花树拉倒。嘿呀，好家伙，纹丝不动。看表弟表演一下吧。依旧没效果，还是继续多挖点土哦。挖成了这个样子，茶花树下的泥土终于松动了。接下来要把它弄出来，拉动了，但又似乎没动。拉不动就用台试下吧。还是没动。超哥想试试阿基米德的方法，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支点，只有把树根上的泥土再敲掉一部分。终于挪出来了。总算是把茶花树挪过来了，可是我好心疼呀！茶花树在移栽过程中被弄掉了5-6棵花苞，填土，然后压实。看两人在树下蹦得多欢腾呀！希望我的茶花树喜欢它的新家，能够蓬勃生长。今天先给树浇一下水。
树浇透了，就把这边的坑填好。从来没有干过泥瓦工作的超哥打算把井口砌高一点，先大致摆下砖，计算一下砖的数量。裹水泥砂浆还是有模有样的。砌好了，我觉得还行，但超哥说，我觉得是个悲剧。这个如果是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扒的东西，眼睛告诉你，手告诉你，你这样说。然后起源它应该是简单，科普的话应该像起这些。方不方便不愿，妥不妥？做市场干不好嘛，就是修修补补的，是这样。买了界面剂回来涂墙。这个盖子弄了半天都打不开。这老板忘记给起子了吧？怎么拿不开？应该可以了吧？超哥先试一下手感。手法逐渐熟练了，补一下没涂到位的地方。刷得越来越顺手了。
涂了一半墙的界面剂，今天接着涂剩下的。涂完以后呢，再开一桶。今天找到老板要了工具的，看哈好用。超哥状态全满，继续沉浸式的涂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给墙根贴上瓷砖做装饰。贴瓷砖用的是专门的瓷砖胶。把它打成一个圈的气根儿。超哥觉得太粘稠了，就再加了一点水，结果往后看就知道了。都会憋起来。超哥别灰心。瓷砖胶兑的稀了点儿，大部分都流到地上了。老板说手艺好的师傅一包胶可以贴3到4个平方，超哥第一包胶贴了11批砖，还不到2个平方。总结了经验，继续拆第2包。各次少加点水。我现在那种小根根就是80。超哥信心满满，继续贴砖。的确，刮出来的纹路感觉都不一样了。不平的地方要先敲掉。第2包胶贴了12批砖，还是有进步。超哥先贴整块的砖，需要切割的就放到最后。
这样看就开始有点感觉了。先打水或瓷砖胶，用瓶子当量具，搅拌好的胶需要静置10分钟，趁这个时间来清理一下墙根。超哥贴砖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很多朋友建议说，移栽了茶花树需要修枝，不知道现在修来不来得及。修好枝再灌1桶水，2棵茶花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的一天开始了，超哥依旧打水、和瓷砖胶、贴瓷砖。经过几天的磨练，超哥贴砖的效率提高了很多。由于防风面积比较大，所以花费了很多时间。不过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接下来准备给院墙贴砖。之前墙面抹水泥的时候留了很多水泥在土里，要处理一下地坪。先摆一下，看下怎样贴。就这样没问题。接下来画水平线。有了之前的经验，超哥觉得要提高要求了。
毕竟院墙要贴2皮瓷砖起来，如果不平会很难看。这个是墨斗嘛？我当然知道啦。接着放线，结果线缠在一起了。准备开贴。地不平要把瓷砖贴平，就更费功夫了，相信超哥能搞定。目前我们家老宅改造已经进入贴瓷砖的白热化阶段。首先给大家回忆一下，这个镜头地上出现了我领导的影子，从这个影子可以看出我们家领导的地位。接着就是清理这片地的时候，大家注意看这堆瓦，接着两地上线，这堆瓦就消失了。当然它不会凭空消失。各位观众，女主来啦！我们家领导人狠话不多，干起活来巾帼不让须眉。200斤的水泥石板，还是说抬就抬的。日常搬砖这就不用说了。搬泥砖就跟夹个手提包一样轻松。无手拆墙，就问你怕不怕？这些活又脏又累，都是严词拒绝他参与的，谁知道被我家领导一票否决了。2块砖，不要这么 man 好不好？领导，你是我大哥，感受一下来自领导的鄙视。我说他来的，那个杨师傅。结束嘛，比较大胆一些。超过是结束。我们讲还搬来一起。然后呢？对。然后我们3个人背，你们2个背着，我这边2块背，可能我明年是不是背不动。我们家领导也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子，干活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泄气。我说你就是这个人，大度可以，不可以。我不让我家领导，超哥就已经开启了疯狂的贴砖模式。从最初的小心翼翼，担心瓷砖胶掉地上，担心胶的用料，担心胶涂的不漂亮，到现在的大开大合，收放自如，随心所欲，一切都为的是一个目的。加快进度。感觉我搞不上白毛。就是看见病。超哥在抹墙的时候，我就先把胶抹在瓷砖背面，大大提高了贴砖效率。很多网友吐槽我们墙面的颜色，有说像寺庙的，
还有说发愤图强的，朋友们果然是脑洞大开。我们允许他先丑这一阵子，瓷砖贴完后，下一步就让墙面颜值暴增。以前院子养鸡的时候开的洞，把它封起来，以后要养鸡就不在院子里面养了，直接在果园里搭鸡棚。终于贴砖完成，明天开始给墙刮栗子。又在打水了，不过今天和的是栗子。贴了几天瓷砖的超哥直接上手开刮。栗子包装上的建议是1000克栗子兑0.3到0.4千克的水，超哥按0.4兑出来感觉都太干了。上网查了一下，和栗子要按1比0.5的比例，第二包兑出来感觉就好多了。这是刮了2包栗子的效果。有了经验的超哥开始现场教学。我上手试试，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超哥再次教学。学的差不多了，我们分头施工。超哥时不时的过来检查一下。夜幕降临，这面墙也刮呀，时间过得真快，又2天没发视频了。我和超哥一直都沉浸在刮大白的欢乐中，看着墙一点点变白，就感觉挺治愈的。哥想把墙修正一下，于是又开始拆。又给周天力制造了不少碎砖。拆完都已经中午了，下午太阳太大，就先干点室内工作。
起了水泥，他似乎忘记了之前的经验总结。超哥开始硬着头皮砌墙了。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超哥能搞得定吗？很好奇我和超哥为什么会回县城生活。今天和大家简单聊聊，主要有2大原因。一是因为我们的宝宝当时不到1岁，而宝宝的爷爷奶奶都还没有退休，没有多余的精力帮忙带宝宝。宝宝的爷爷奶奶也建议说，宝宝3岁之前，父母的陪伴是最重要的。所以从宝宝出生到现在，我们都是自己带。事实证明，一切的付出和辛苦都是值得的。宝宝从出生到现在，我们都是科学喂养，不管是宝宝的性格，还是智力、语言、身高等，都是高于同龄大多数小宝宝的，而且从来没有生病过。二是因为超爸在半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在成都住院医治了2个月左右。疫情原一直都是超哥妈妈陪护，住院的时候爸爸的身体都还是比较虚弱的，而超哥的妈妈因为陪护和照顾超爸，也是吃不好睡不好，整个人瞬间憔悴苍老了很多。我和超哥却帮不上半点忙，虽然超哥嘴上没说什么，是最后砌出来的效果，就是手艺不够，水泥奶臭。网上买的一体式围墙瓦到了，先安装上一块试试效果。晃2下还是比较结实的，接下来就给这面墙刮腻子了。我和领导1人1担。领导向我炫耀他比我刮得快，结果一看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还是我来收一下尾吧。刮好先打定位孔，再把孔加深，装上屏障管，盖上瓦，用防水帽穿上螺丝，再拧紧，最后盖上防水帽就好了。茶花已经盛开，移栽过来的这棵茶花树也花开满枝，证明我们的移栽还是成功的。这边的围墙一共用了8片瓦，这面墙蜕变还是比较成功的。不允许啊！领导挑了最爱的多肉和爬墙月季。在我1岁多的时候，我的父母在这个圆圈中间种了一棵黄爵兰，后来树长大了，后院也打了混凝土，给黄爵兰就围了这么一个大圈。这次我们也挑了一棵黄爵兰回来种上，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吧。这次带回来的绿植对于院子来说只是冰山一角，估计还得跑好几趟才能满足领导和院子的需求。领导说过，他的梦中情愿是要有爬满墙的玫瑰花海，一大片的各种多肉，玩乐的秋千。来看一下我们的多肉，院子稍微布置了一下，都吸引来了一只岩鸽。
但室内的工作不受影响。水泥上也起茧了，刮腻子之前用醋刷洗过，但没什么效果，就心想直接涂镜面剂再刮腻子，看能不能阻止墙面起茧。结果我在墙上发现了一个宝藏。明天天气好起来就要加快进度了，毕竟我太想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了。师傅们在放水，我在打水和腻子，准备给墙面刮第二遍腻子。水电还没有改造，先弄个简易照明灯。刮第二遍腻子真的要湿滑许多，也更容易刮平，不会像第一遍那样出现很多刀痕。所以等第二遍腻子干了之后，简单打磨一下，墙面就会很平整了。这几天没法视频，都在忙着刮第二遍腻子，今天终于刮完了。等腻子干了就可以上漆了。开场间的地砖也贴好了，这个房间我们打算拿来做茶室，到时候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前院的围墙也涂漆好了，一切都刚刚好。最初是这样的，然后是这样，再这样，这样，后来这样，这样，接着这样，这样。因为这边围墙效果还不错，所以又买了这么多围墙网回来。去前院围墙用的脚手架暂时还没拿走，这下就方便很多了。这次买的瓦连转角一共16片，上次买的8片。前几天刮了腻子之后又下雨，围墙的腻子都打湿了，屋檐下的腻子也干得慢。等过几天天气好起来了，就给墙面刷漆。都很喜欢吃鸡蛋，自己养鸡下蛋，吃起来肯定更放心一点。接着刚才说刷漆，外墙内墙都刷完漆后，就要给小院改水电了，同时还要抽出时间来把厨房收拾一下，真的是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接缝留在了转角的位置，裁下部分盖住接缝。看这一地的茶花，没想到茶花花期这么长。目前小院的颜值就靠这2棵茶花树支撑着，等再过几天再去添置一点绿植回来。还有这大白墙，可以画上一些卡通图案。我家宝宝最喜欢小黄鸭和佩奇了，就抓紧时间把墙面的漆给刷了。后院所有的墙面用了2桶外墙漆，1桶内墙漆。这漆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第一个字是白。挂了2边立直的墙有点偏黄，刷了漆之后的墙是真的白，在太阳下白得发亮，亮得耀眼。第2个字是好贵呀，买1桶漆的钱够买20-30包栗子了。这边我家领导刷第1遍漆，我就先打磨墙面，等2个小时之后第1遍漆干了，再由我来刷第2遍。大家看我家领导刷的还不错吧？刷漆还是挺费劲的。卖漆的老板说每遍漆都要横竖刷1次，但是我发现横竖刷1次根本刷不匀，刷出来是花的。只有用力压着滚筒，来回刷好几遍，漆才会均匀。也学了个方法，蘸了漆之后，先在墙上写个 W， 然后再疯狂输出。老板还教了我一个诀窍，蘸1次漆大概刷1个平方左右。目前后院所有外墙漆已经刷完2遍了，内墙漆也刷了1遍。这1个多月以来是洗不干净了。看这凌乱的电线，再过几天就收拾你了。朋友们好，我是超哥。小院的墙面总算完工了，抽空和领导逛一下花卉绿植，要开始装饰小院了。看着我家领导尽情的挑选。后排座位和后备箱都装满了，拉回去开重。先清理地上的水泥块。这个位置几乎不怎么晒得到太阳，所以把绣球种在这里。小青蛙为个造型，先摆个谱。这个水壶喷嘴怪怪的，有一半的孔没有通，这下好多了。水塔的通风孔用来挂吊篮，再合适不过了。小青瓦还是比较难挑选的，这是之前房顶换瓦的时候选出来的好一点的瓦。放在这儿没动又坏了很多，挑选一些比较规整的。
排水沟换上高分子盖板。这下好看了很多，盖板非常的结实。这些绿植长就会好看很多，整体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朋友们好，我是超哥，这里是老宅的厨房。之前的铁锅已经锈蚀坏了，所以只剩下一个空灶台，电线吊顶年久失修，先将这些都拆掉。早些年的电线都是铝线，后面要换成铜芯线。这些碎木板留着，以后可以用来烧火做饭。铁水管也要拆掉，后面换成 PPR 管。到5金店选购材料，因为是明装线路，看了一下线槽，线槽是用免钉胶粘在墙上的，还是感觉用穿线管好一些。最后还有电线和各种配件。开始施工，首先把配电箱安装好。由于后院前后2排房屋之间隔得比较远，所以安排了2个配电箱，这个暂且叫做主配电箱吧。因为老宅的入户线在这个位置，所以总开关就放在这里。接下来这个是分配电箱，总开关出来的线分一路到分配电箱，就可以给后排房屋供电了。开始准备穿线，这是连接2个配电箱的电线，把2部电线拧在一起，缠上绝缘胶带。这个弯管神器是从5金店借的。把电线拉出能到主配电箱的长度，然后再一节一节的穿管，固定。电线拉过来了，就开始接线，剪掉接头。去掉绝缘层，接到总开关的输出端，再拉点电线出来，做个造型。装上漏电保护器、断路器，接线。整理一下，开始布这边的照明线了。长度拉够了就剪断。那线就裸露在外头啊？这个还不是最终的时候噻，到时候这个线要剪断。中间连一个控制器，然后再穿管。如果现在控制器明白，先暂时这样子先控制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打造你社会。院子水井里的水很充足的，头天抽出很多来用，第二天差不多又回满了。只是用桶打水或者用水泵抽水都不太方便，所以买了个压水机。现在组装的是压水机的支架。检查下压水机的做工，质量还不错。先把指挥阀装上，接下来处理井盖，把压水机就安装在这个井盖上。井盖上要打一个直径大于32厘米的孔，钻了10多个小孔之后再打穿，再把要与支架连接的地方敲平。上水管，这个管子是4米的，看一下这个井漏不漏得透，刚好4米多点。这么摄像头干啥？刺激设计。浇水干啥的？这个叫做引水，晓得不？这下要用井水就方便多了。前几天联系了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把自来水给开通了。师傅们安装好水表之后，交代要用布把水表包起来。当时也没问原因，有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前院围墙重砌好之后，还没有清理建渣，看这一地的碎砖头都没有时间清理，拿出工具来准备接水管了。先把热容器通电加热，布置管路一共用了60多米的 PPR 管，直接、弯头、3通，这些就太多了。热容水管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有点费馒头。
下子打工。哎呀呀！哦，哇，你还有个家教的兄弟。再加一盒不得了。继续接厨房的水管，沿着之前铁管的位置布置。这里先用堵头堵起来，等厨房收拾好之后再装水龙头。砌前院围墙的时候，这里就埋了节水管。在这里安排个水龙头。厨房出来的位置有个小水池，也安排个水龙头。还有厕所里就不展示了。准备开水，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把总阀慢慢打开。水表没动了，应该没有泄漏。再去仔细检查一下管路接头，看这横平竖直的管路，真是赏心悦目。仔细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接头都没问题。接下来试试水龙头。用自来水洗下脸还是比较放心的。去下一个位置，这里也没有问题。关上总阀，再把水放完泄压，然后又重新快速打开总阀，管路还是能承受自来水的冲击。自来水管路验收合格，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些悬挂着的旧电线可以先拆掉了。这儿有个拉线开关，本来还考虑可以用在别的地方的，结果这里装个无孔插座，方便以后用水泵抽紧水。灯座前面的盒子里装的是控制器，可以遥控灯开关，装上48瓦的大灯泡。太阳下山了，拿出遥控器试试效果。这个灯是，然后那个灯感觉灯泡太大了，改天拿去换成飞碟灯。不过这个遥控器是真好玩。接下来是重头戏了，水塔做灯塔。以后晚上院子搞个 barbecue 什么的，光线肯定要给够啊。开始高空作业。水塔上面计划了2条线路，这次先安装一个100瓦的投光灯，剩下的1条线路看情况再说。在上面弯管、穿线、粘新线管，还是很费了会儿功夫。把投光灯固定上去，最后接上线。为了接头防水，用高压防水胶布缠得老老实实的。施工完成，测试一下遥控开灯。漂亮！我印象中这个应该安得很好。以往电表是安装在上面木箱子里的，估计是换智能表之后就落下来了。而且这条路也加高了，原本是条篱笆路，所以扛梯子过来扛了个寂寞。关上电就回去了，开始拆旧电线。
接上日后线，安装配电箱门板。这下整洁多了。这个铡刀开关正式退役，这个安装板也拆掉。旧电线收起来，可以拿去回收。区域卫生间吊顶还是选用最常规的铝扣板，先打上膨胀管，装上阴角线。因为是瓦房，我们直接用布条来吊轻钢龙骨，布条钉在领子上。这种吊顶方法对于瓦房还是非常实用的。还记得之前有朋友说厕所房顶没有亮瓦，卫生间里面不漆黑一片。没吊顶之前光线是比较暗，吊顶之后扣板反光率高，厕所里反而更亮了，更何况还有灯嘛。灯还是扣板灯，先接好线，藏好绝缘胶带。厕所里面安装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外面的区域。将近40年的老宅了，厨房上面的领子已经被重铸了一半，变形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要先把瓦都揭掉，换领子加固房顶。瓦揭开之后就拆格子，拆下第一根领子，接着第二根，换上了3根好领子，再重新钉格子。遮下房顶，平平整整盖瓦。房顶维修好了，然后清理战场。
这里发现了个时间的记号，03年3月15日，19年前了。当时厨房重新打了水泥地，贴了现在看到的瓷砖。没想到这个煤气罐还有气，先放一边去。厨房外面收拾干净了，把之前找到的猪槽搬过来给领导种锅肉。领导已经练很久了，给猪槽打几个孔，以免积水。因为厨房的顶是斜面，所以吊顶就顺着斜度钉了木架，然后再钉上免气板。给厨房墙面和灶台做清洁。装上新的插座，看下厨房最初的样子。再看下收拾出来之后的厨房。还差一口锅就可以愉快地做美食了。再看一下3个房间的吊顶，用的是墙板做吊顶。吸顶灯也装了控制器，用无线开关来控制灯。最后来看看效果吧。朋友们好，我是超哥。房屋吊顶完成之后，就一直在打扫卫生，每个房间都是厚厚的一层灰。把地拖干净，就可以开始下一道工序了。这一卷是地板皮，这个颜色和门还是比较搭的。这一卷有50平米，2米宽，25米长，但是好像有点坑。不是整卷，是拼凑起来的25米，不过也就拼了这么一截，还能接受。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铺上去效果还是不错的，虽然有接缝，但是仔细看也很难发现接缝在哪里。把四周压平，长度方向要留点间隙，裁掉多余的部分。然后抹胶水，最后踩一下粘接的地方。接下来开始钉踢脚线了。改造施工比较猛，钉锤都用坏了，修好继续。看下地面的效果吧，可以开始往里面添置家具了。还有开场间也可以布置了，今天就把它收拾出来，养上水生植物和金鱼。这块石头是在路边捡的，感觉花纹还比较好看。你两只好慢哦。化身无情打水机，鱼儿们，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睡莲睡着了。来自领导的投食。睡莲睡醒了，感觉金鱼非常喜欢他们的新家。涛哥，我家领导开始规划花园了，先把土地都翻耕一下。这片地最初是这样的，种了些菜，但绝大多数是杂草，目前已经被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了。这片地的泥土原本是很松软的，由于施工需要，在地里反复走动，就把泥土都踩结实了。翻耕好土地之后，给花园规划上拼布时，避免再把泥土踩结实了，也可以避免把血弄脏。把之前拆猪圈时比较大块的水泥板也利用上。这片地也有很多碎砖碎瓦，
有时一锄头挥下去就挖在了砖头上，锄头都挖卷刃了，只能边翻地边清理。前种了一排花，既然是花园，那肯定要更多的花才行。茶花树下挖个半径50厘米的圆，这下前院的砖头可以派上用场了。用红砖来围个圈，做个造型。花草就位，这一下就有感觉了。把花草都种下，花店老板送了几盆品相不太好的花，修剪一下，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的。前院外面再刨点石头铺在茶花树下面，用高压水枪把石头冲干净，冲洗过程太治愈强迫症了。开始码石头，终于完成了。两后备箱不要钱的草皮都堆成小山坡了，再次松土，把水浇透，然后再铺上草皮。铺好草皮后再次浇水。天公作美，铺上草皮后下了几天雨，这样草皮的存活率应该会比较高吧。给比较空的位置再补点绿植。种上2株蓝雪花，给月季杀虫杀菌。栀子花开了，又快到毕业季了。院子东边的花园初步完成。快不要钱的磨盘回来，领导冒雨松土，磨盘用来当汀布石。刚才说到的石柱出场了，之前怎么搬出去的，现在又怎么把它搬进来？把它放在水池边上当汀布石。在搬石柱的过程中，我就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生命就在于折腾。当你害怕折腾，或者折腾不起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老了。所以趁年轻，尽情的折腾吧。还别说，搬这100-200斤的石柱，挺锻炼身体的。
这块地也要用花草把它装满。墙边的月季已经发了很多嫩芽，比刚种下的时候丰满了许多。虽然这几天雨水比较多，但刚种的花还是要把水浇透。老宅的纸箱已经堆积如山了，装车送往再生资源回收站。一车的纸箱换了10个旧轮胎，还有一张新的红色毛爷爷。以物换物很是公平，红色毛爷爷就揣兜里了，旧轮胎就堆到后院给它洗白白。卡卡哥哥边边缝缝，全部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了，等待晾干。把轮胎缝里的石头挑出来，摆好场地，准备用丙烯颜料给轮胎上色。先涂一层白色打底。等白色干了之后，再涂别的颜色就会更亮丽一点。回想起上一次玩颜料，可能还是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了。那时候还是在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买的水彩颜料，还配了一本填色图画。当时就启蒙了我对糟蹋颜料的认知，把各种颜料调在一起，最终成了浆糊色。所有轮胎都已经刷白白，晾干开始涂彩色。先调一个亮黄色，感觉跟棒棒糖颜色一样。涂白色的时候就感觉很枯燥，涂彩色心情就不一样了。黄加蓝，再来个绿色。这个绿色的覆盖力很强，一点轮胎的黑色都看不到了。这个粉色太粉了，钢铁直男刷起来非常难受，简直受不了了。这个大红色刷起来心里就舒服多了。接下来的颜色叫做童年的浆糊。然后淡紫色是领导轻点的，蓝色看起来也比较舒服。所有轮胎刷完，天都快黑了，等待晾干。请来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的表姐，帮我们在轮胎上作画。先画一个大白，表姐和侄女儿一起上阵。看我家表姐是不是有点像某个明星？3秒后给大家揭晓我的看法。刺都变成骨头之后，继续作画。
大家觉得哪个轮胎好看呢？偷地雷的来了。拆给大家看。给后院铺草坪。露出来的边子要剪掉。两幅草坪的边要对齐。最后一点，草坪完工。来看下效果吧。院子好像还差个什么，还差个秋千。是说到我们的小院还差一个秋千，接下来就开始安排。拧螺丝这种活路，对于我这个中级钳工来讲，简直是易如反掌。主体装好了，简单休息一下。秋千的质量非常不错，能承受得住我们2口子的重量。这下领导的心愿得到满足了。